CCL 按周升0.97%，升穿137點，成功收復年內跌幅。暫時累升0.09%，一手樓潛在供應勁跌4000伙，同時見到轉租為買嘅個案越嚟越多，聽落樓市好似回復正面咁樣。但係另一方面，你仲會見到樓市新聞有啲蝕讓同埋撻訂呢一類型嘅負面新聞仍然咁不斷出現，樓市好似又係好黑暗咁。但個事實到底係點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啱啱我所講嘅樓市由跌轉升，未來供應量下跌，多咗人由租轉買嘅正面消息，再去到蝕讓撻訂嘅新聞，呢啲全部都係事實嚟。只係近幾年樓市下跌之下，產生咗好多只係中意睇樓市負面新聞嘅人，個別嘅媒體就會為咗吸引呢啲負面嘅流量，只要單新聞有負面嘅元素，就會將嗰個因素不斷咁放大。如果你只係一個見到樓市持份者蝕錢就開心嘅人，係冇所謂㗎。因為你只係純粹見人碌街更開心，樓市升跌喺實際上未必同你有關係。但係若果你係一個樓市持份者嘅話，就要十分之小心，因為去解讀呢啲嘅新聞其實係有技巧嘅，否則只會令我哋做出一個錯誤嘅投資決定，賺蝕錢都會同你有真正嘅關係。所以喺呢條片，我會教大家點樣用一個投資者嘅角度去睇呢啲嘅新聞內容。想知道呢啲內容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去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嚟返個主題，我講嘅幾種新聞，不論係樓價止跌回升、供應量下跌、轉租為買、蝕讓同撻訂呢啲都係事實。正負面新聞係一齊咁出現，就係我成日所講嘅平行時空啦。但係其實喺事實上，呢啲平行時空係可以人為地咁出現，因為部分嘅新聞內容係將個時間點扭曲咗而產生嘅負面內容。我哋作為投資者係投資而家呢一刻，覺得而家嘅價錢水平係合適甚至係低水，就會進行買入同埋持有嘅動作。而我哋係唔需要睇翻過去嘅。咁我哋再睇翻負面新聞，而家只係得翻蝕讓同埋撻訂。你發唔發現有少少嘅問題？就係呢兩種嘅新聞都係將個時間點調前咗，只係好多人都感覺唔到。我哋睇下呢單新聞，就係蝕讓成交8年跌價12%，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個負面嘅新聞？話俾你聽，買樓係會蝕錢嘅。我而家轉個角度同你講呢單新聞，就係410萬都有人買第一城，仲要係低層兩房零議價。其實呢一單係利好新聞嚟㗎。差在你係用乜嘢嘅角度去解讀。如果好似呢個標題咁，集中喺蝕讓，你認為上手業主蝕錢好開心，咁又關我哋投資者乜嘢事呢？因為上手業主賺錢定蝕錢同我哋買得抵唔抵係毫無關係㗎。你睇翻上手業主喺2017年買入，只可以理解為佢買得比較貴，亦只係蝕讓嘅新聞，將個時間點帶翻去幾年前去睇今日呢一刻。如果你有細心去睇蝕讓嘅新聞，如果上手業主唔係買咗啲奇形怪狀嘅新樓嘅話，基本上會有大跌幅嘅買入時間都會係17、18年或者係21年呢啲樓市比較高位嘅時間。但係我哋投資者係睇而家同埋將來，所以係唔需要理會上手業主係唔係蝕讓㗎。咁用投資者嘅角度去睇呢一單嘅新聞，你見到嘅係低層兩房僅放盤2日就以410萬成交。大家都會知道低層嘅價錢普遍都比較低，放盤2日就零議價成交，代表呢個就係筍盤。買家都費事同業主再講價，想盡快去簽約成交，亦代表410萬喺第一城兩房嚟講應該係比較低嘅價錢。如果你冇睇開我個頻道或者睇開樓嘅話，可能覺得410萬係一個好模糊嘅概念。其實我之前都有講過第一城嘅市況，包括4月嗰陣時，我喺呢條片講有人喺第一城為咗將貨就價，大概用360至380萬左右去買第一城嘅低層單位。喺6月呢條片我講過，第一城嘅兩房放量成交，成交價由373到425萬。嚟到今時今日呢單新聞，你會見到低層都2日俾人用410萬即時成交，你睇唔睇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呢？
如果你係樓市持份者，就切記要留意呢一個趨勢，因為6月時候嘅放量成交已經篩走咗唔少心態弱嘅業主，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呢啲新聞只好改變個時間點先可以吸引到負面嘅流量。其實撻訂嘅新聞都係同一個道理，你會見到撻訂嘅新聞全部都係落成樓花，因為買新樓樓花一直有一個風險，就係遇上樓價下跌、估價不足嘅問題。其實所有樓市持份者係應該會知道，只不過之前10多年嘅樓市長期牛市入面，多數買完新樓到收樓嗰一刻已經賺緊錢，令好多人都已經唔記得咗呢一個風險嘅存在。嚟到今時今日，真係買貴咗而想做建期借高成數按揭上會嘅朋友，就好遺憾地因為樓價下跌而跌咗幾成，係好難補錢去上會，就會造成焗住撻訂嘅情況。咁我見好多理性嘅觀眾都詳細咁講到呢啲焗住撻訂嘅前因後果，我都相信樓市持份者亦會明白呢一點，我就唔喺度慢慢解釋啦。所以撻訂呢種負面嘅新聞同蝕讓又係冇分別，只係將個時間點褪前咗去買貴咗嘅業主身上。咁你要睇而家嘅樓市，就係睇撻訂重售有冇人買啦。而家個事實係有嘅，銷情仲還好，甚至啲重售嘅樓盤喺今時今日嚟講，仲有日價都仲賣得出。咁我哋係唔係真係要睇到咁淡呢？所以而家所謂嘅負面新聞已經係強弩之末。可以話佢哋係講到冇嘢好講。咁嚟到利好消息方面，就係今年嘅指數轉跌為升，係一個客觀嘅事實。可能你又覺得之前跌咗半年，我又唔講。個問題就係你好執着喺呢一年嘅指數嘅升跌。喺之前我都講過，其實喺美國開始減息之後，香港嘅樓市大概就係一個穩固期，上唔到140點，亦跌唔穿135點，波幅大概得3點幾%。咁啱喺25年頭美國停止咗減息，銀行繼續收水嘅助攻之下，樓市仍然得到有效嘅支撐，就係我見到嘅事實，而唔係見跌就講跌。市場都唔係傻嘅。總有人有足夠嘅資金喺度等待緊機會。而家定期息率跌咗咁多，樓價上仲係公平過租，佢哋覺得有數為就入市，就轉租為買，呢啲數都唔係好難計。我喺之前嘅影片都講過相關嘅問題，你自己有興趣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同時你唔好唔記得供樓本金係業主嘅資產淨值，係可以用唔同嘅手段去套現，而唔係一種消耗。好多人見到利好消息就覺得係假新聞。其實只係佢哋都犯咗一個毛病，就係佢哋對樓價嘅估值只係自己嘅負擔能力，即係佢俾到幾多錢，就覺得層樓就應該值幾多錢。但係樓市從來都唔係咁樣去運作，最起碼係有人用呢個價錢成交到，就真係代表市場願意用呢個價錢去成交。樓市持份者多數都係已有家庭，同埋拎唔到公營住屋福利，同埋有一定嘅資金喺手。呢個先係事實嘅真相。你睇翻5月起嘅 CCL， 亦代表市場又咁啱喺11先賣完，同埋食住 HIBOR 利率下跌之後就展開咗升勢。喺11先開賣嘅時候，其實我作為投資者都唔難預計到市場會轉好。如果你係冇睇過嘅新觀眾，記住去睇翻。只係當時多數嘅人都希望發展商越賣越平，咪又犯咗啱啱所講嘅邏輯錯誤。而我只係以經驗去預期市場嘅實際反應。你想再知未來樓市嘅走勢都好簡單，就係睇下而家嘅臨約成交。由於 CCL 係有延遲效應，所以你睇臨約成交嘅資料，大概都知未來樓市幾個星期嘅走勢。似乎樓市喺趨勢上呢一刻未有上大跌嘅跡象。最後，今季嘅一手樓潛在供應季報又再出爐，一如我嘅預期係繼續下跌，最新報10,001,000伙，已經連跌5季，創11季新低。比較翻年頭嘅10,007,000伙數字，已經消耗咗足足6,000伙，亦即係未來供應已經被消化緊。呢啲數字用合理嘅預期好難咩？但係新聞永遠都同你講到有咁負面得咁負面。你睇下同一個報章，唔同嘅記者手筆睇同一件事都可以帶動唔同嘅情緒。其實放大個貨尾數字又有咩用呢？因為發展係快到3年。而家落成嘅貨尾咪又係發展商喺低息環境時候嘅決策。發展商冇大力賣樓花，而嗰啲樓花開始落成，個數字咪變大咯。你又點可以預期發展商有貨尾就要做好多嘢去催谷銷情呢？畢竟近年好多樓盤都冇喺樓花期度大力推售，有啲樓賣足30年都仲得啦。感覺只係同啱啱嘅蝕讓同撻訂一樣，講到冇嘢好講。
我哋作為投資者會思考到未來供應同購買力嘅關係。供應上我哋唔會只着眼點喺貨尾，而係整體嘅未來供應。我都多次講過，喺股動之後樓市供應係會出現斷層。而家啲貨尾喺斷層嘅時候慢慢賣都冇問題，又何必覺得發展商一定會短期內拎晒出嚟賣呢？購買力方面，今年香港一手樓交易量係上半年已經賣咗超過9000夥，呢個數字已經比以前正常市況數字為高。其實市場根本唔係冇購買力，只要有信心，佢哋係會翻出嚟。只係之前樓市下跌週期，加上定期利率高，令買家缺乏入市意欲。但係樓市喺美國上年減息之後，技術上已經步入咗穩固期。加上我之前做嘅各種數據都顯示私樓供應量會下跌。加上預期美國會繼續減息，租金繼續上升嘅情況下，樓市嘅基本面係不斷咁變好緊，而 CCL 轉跌為升只係一個比較明顯嘅技術指標。但係而家基本面變得正面嘅情況下，樓市一旦喺技術上確認重返牛市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就交由你思考啦。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呢兩條影片。最後，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